巨好吃。在亚美尼亚吃早餐可能是一件特别困难的事情，它特别像前苏联的那种建筑美学，它这种光影制造的那种空间线条感很漂亮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龙。今天是我们来到亚美尼亚的第2天。我们这2天呢，其实在亚美尼亚有吃当地的餐馆，但是味道不太好，而且价格也很贵，所以我们决定今天自己下厨做菜。因为昨天我们去超市买了一些东西嘛，还没有开始做，所以今天是一期旅居 vlog。然后吃完之后呢，我们应该第2天早上一大早就会出去给大家拍拍街上的景色，介绍一下亚美尼亚有什么特别的地方。OK， 我们现在开始做菜吧。它这里东西好齐全哦，都有哎，刀叉什么的都有。烫一下。这种蒜跟我们吃的那种蒜不一样，就是它那种新蒜，所以它就是嫩嫩的。其实这个生蒜的话，我们还需要剥皮吗？哇，这黑胡椒好浓哦，这个味道。我就喜欢这种。你就喜欢这种啊？对啊，这种做出来可好吃了。可以先把酱炒好。然后呢，煮完面以后要把面捞出来，放在那个酱里，在锅里拌好。对。一样的拌做法。马上就有美食吃了。我们煮这一顿饭不容易啊。这个锅会糊锅吗？你觉得？有可能会。先把它抬起来吧，免得。哎，有这个。耶。一般来说，洋葱是要切碎一点，对吧？对，我们已经尽力了。刀的问题，3把刀都很钝，巧妇从难为无米之炊。没法爆炒了，各位。盐啊，就那个。我们应该买黄油炒。对哦，更香哎。好香，我把这倒进去。再放一点胡椒粉。就是胡椒粉。就是每多放一个食材进去，然后就都放一点盐跟黑胡椒，它的味道就比较好吃。火太小了，怎么都没声音了？是最大了吗？最大了，你看中间这个表示最大火。天哪！没事，这样有火已经很好了。我上学的时候只有电磁炉。可以放这个酱了啊。你要放多少？其实要放1罐。1罐啊？对，我先看一下，因为它要整个把那个肉全部都没过去，我都不确定这1罐够不够。我跟你说，这个肉酱我们明天应该能继续吃。可以的，这个肉酱可以放几天，放冰箱里。有一种那个撒盐哥的那个撒盐哥，但他们这边的盐糖，我怕那个味儿特甜，就像他们冰淇淋一样。火小真的很恼火，是不是？都炖不起来。你看，我们的肉酱已经完成了。哇，刚刚我们已经试过味道了，很棒，对吧？那是。虽然调料没有那么多吧，但是我已经尽我最大努力了。要是火再大一点就好了。对，能把它给爆炒一下。我们楼下的邻居们，他们正在开宾利啊，这是宾利吧？哇，好酷哦。好便宜。宝马车，不是宾利。面应该熟了吧？你试一下。好了，可以了。好吃。可以了。把这个面放到这个肉酱里拌一下，才好吃。你要炒还是拌？龙哥疯狂往后闪躲，生怕弄到衣服上。OK， 再倒一些肉酱。好嘞。噔噔，我们的肉酱意面完成了。看着还不错。看着很棒哎。我们把那个青菜再烫一下就可以，剩下的肉酱就明天再吃。可以沾面包吃。对，可以吧？好嘞，我们可以开始享用我们的晚餐。有面，有肉酱，还有青菜，有麦菜，快吃吧。先尝一口啊，我也不知道好不好吃。等一下，少了个东西，这刚刚买的，差点忘了。这样子放可以吧？什么蔫花？好吃，巨好吃。这个菜真的超级甜的。我之前在伊朗的时候，也就是3年前，是4年前，也是这么煮，也是做这个牛肉番茄拌意大利面。但是呢，我是用大块的牛肉，然后生的就新鲜的番茄，就炖的那个牛肉很韧，很难咬，反正没有软的，就是嫩嫩的。还是这个好吃吗？这个好吃。Day 2。Hello， 大家早上好，今天是我们来到亚美尼亚的第3天了。其实前2天呢，我们都没怎么给大家拍景色，所以今天我们就要去亚美尼亚的大街上，去压马路，去看看有哪些特别的、比较不一样的景色，拍给大家看一下吧。跟大家说一件有趣的事情啊，今天早上我们兴高采烈的出门，准备去吃一顿当地的特色早餐，结果大家都没有开门，
就没有吃到。所以说在亚美尼亚吃早餐可能是一件特别困难的事情，因为大家都睡得很晚，早上都没有开门。我们今天早上是8点多出门的，都没有开门，找不到早餐吃。这个是共享单车哎，是不是美团的？好像啊，真的长得。我发现他们买草莓是一盆一盆的买的，哇，提着好大一盆呢。可能要做果酱用。有可能。怎么样，好喝不？好喝，因为这个里面没有加糖。然后龙哥给了我50美金的咖啡基金，所以我每天都可以喝咖啡了。对的，每天都可以喝到了。我们在前往共和广场的路上会经过这个埃里温大教堂，哎，大家上去看一下啊。这个大教堂是整个埃里温的一个地标建筑了。你知道吗？就是这个埃里温大教堂，它是南高加索地区就是规模最大的宗教建筑之一啊。对啊。那还有其他？对，还有一个在离它很近的一个国家，另外土耳其、格鲁吉亚。对，格鲁吉亚的那个3一教堂。哦，你这准备的还挺充分的哦。还行。那我们接着往前走，再看看吧。好，可以。很多游客来这边参观呢，因为这里是当地最出名的一个教堂了。我们走进了这个教堂，一看发现它特别的棱角分明呢，就给人营造了一种很宏大、很肃穆的感觉，很庄严。它特别像前苏联的那种建筑美学，因为前苏联的建筑美学它就是这样子，很大、很庄严的。走到了它的底下，感觉到很大的压迫感呢。正因为它是一个宗教的建筑，所以说不管从哪个角度看，它都特别的庄严宏大。它这种光影制造的那种空间线条感很漂亮。很可惜这个教堂它是不能够摄影的，不能够拍照的。真的里面巨大，特别的震撼。原本想到里面是特别多的装饰，但没有，里面很朴素，就没有说特别多的那种壁画或者说彩色的什么玻璃什么的没有。然后里面能感受到那种宗教的力量，都特别的震撼。我们现在又来到了共和广场了，这也就是埃里温最大的一个广场。这个共和广场呢，原名也叫列宁广场。曾经这里是有一个列宁的雕像的，但是亚美尼亚独立之后呢，就把这个雕像给拆除了。然后这里呢，也是亚美尼亚整个国家的一个核心建筑群了，因为在这里呢有政府楼，然后还有旁边的这个叫历史博物馆，还有展览馆等等。他们国家举行阅兵仪式的时候呢，就会在这里举行的。这里就有点类似于我们国家的天安门广场吧。这边的这个粉红色的大楼啊，看得到吗？就是背后的那个政府大楼，他们用的是亚美尼亚当地产的一个岩石砖，粉色的岩石砖建成的，所以说那个粉色调特别的好看，就有点那种古典美吧。这个就是他们当地产的砂岩砖了，粉红色的。在放音乐了吗？听到了吗？好有情调。我们来这个共和广场呢，是想来看亚美尼亚的3件套的，就是喷泉、直饮水还有教堂。但是喷泉，对啊，只有2件套了，喷泉没有了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我们在网上看到的视频还有照片，每天晚上9点钟还有那种音乐喷泉表演，但是现在看不到了，有点可惜啊。但是有直饮水，咱们去喝口水吧。可能是因为资金的问题吧，所以现在没有放水，看着有点荒凉呢。哇，好甜哎！我们一开始还有点顾虑啊，不太敢喝他们当地的直饮水。但是我们了解的时候，我们才发现亚美尼亚其实他们这种自来水的水质是可以直接喝的，达到饮用水的标准。而且呢，他们这个自来水是世界上水质最好的，就排名第1的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他们这里是山区，用的都是山区的那种水源，就高山的那种湖泊的水源，所以说特别的清甜，特别的好喝。而且我们还省了很多可以买到矿泉水的费用，而且还不用带着。就不用没有负重嘛，而且他们这个直饮水的造型特别漂亮，一个花的形状。他们路人来了也是直接喝的，特别多人喝。我们来了2天，喝了有3、4次吧，也没有什么拉肚子的，没有不舒服，所以大家来的也可以直接饮用，没问题。我们现在找了一个街心花园坐下来，逛了1天好累啊，还去超市买了点东西吃的，给大家看一下。这个烤鸡腿是我们明天早上的早餐，对，今晚上不可以吃。这话跟你说吧，龙哥。这个西瓜多少钱啊？12块，好大一块，就这么大。龙哥刚才说坐在这里好适合约会，然后可以坐着吃西瓜。对，你看这个街心花园，好多人在逛。对呀，这就是约会的地方，好舒服哦。散步的地方。我都怀疑这里的人是不是月薪过万，
真的给人这种我们发现错觉哈。对啊，发现很多东西确实挺贵，而且我们看了一小罐它剥好的那个石榴，40块钱人民币。对，这还是他们这边盛产的水果。对啊，甜玉米，甜玉米明天是今晚还是明天？今天晚上吧，做今天晚上甜品。做甜品，我发现萌萌真的厨艺了得，就在这边能够做各种不一样的东西，换着口味吃。果然出行带着一个厨师。旅居新体验，对，旅居新体验，有这样子的旅居生活还是蛮不错的。虽然东西很贵，但是我们自己做都还可以吧，反正自己买点材料自己做呗。对，辛苦你了。不辛苦，谢谢龙哥夸奖。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吧，主要是今天确实没逛什么，出来感觉状态不太好，可能天气晒吧，然后整个人逛到下午就已经很累了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一直在爬山，这边的路都是坡，你发现了吧？对对对，他们都是对，有点像山路。对，太累了。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我们明天去看看那个吧，埃里温大阶梯，前苏联还没建完的烂尾工程。我们去看一下，好吧？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